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北歐老吳的頻道。今天是2026年5月29號，也是5月份的最後一個交易日。歡迎大家進入直播間，我們現在的直播就開始啦。直播開始，等待大家進入直播間。好的，感謝前朋友，又是很及時的幫我確認了這個聲音還有圖像。我們先說一下現在這個標普，從日線上稍微講一下。那麼日線，從6316漲到現在，今天又是出高點，最高點7599.38，就非常接近7600。那麼因為本周是4個交易日，对吧？周一是这个纪念日，陣亡士兵紀念日，那麼是4個交易日。那麼現在在日線上，現在還沒有頂分型，一直在每天一個小新高，每天一個小新高。那麼這種快跌慢漲的這個就是慢漲的這種節奏，是典型的牛市節奏，它不會出現，尤其在指數上，你會發現它尤其最近這段慢漲的節奏。所以說你要有耐心，這就看你的持股了。如果說你天天想做日內交易的話，或者說想天天這個追漲殺跌的話，你會很難受；或者說你天天覺得恐高，然後想做空，你也會很難受，因為它沒有大跌，現在就是沒有快跌，現在沒有出現快跌，就是一個慢漲節奏。那麼在日線上沒有點紋型，但是我們需要看一下它的內部結構。1小時，這個結構已經非常非常飽滿，這是從6316一直到這個最高點7599，現在在看的周期是1小時 ，A 中樞、B 中樞、C 中樞，1小時走出來3個中樞。在我們禪論裡面，其實禪師總結的就是也是根據經驗吧。一般大的周期，甚至是5分鐘、15分鐘上出現2個或2個以上的中樞的都比較少。出現2個以上的中樞都比較少，就2個中樞結束趨勢的大概就是概率比較大，但是不是說沒有。就2個或2個以上，就是它趨勢上嘛，對吧？它出現了 A、B、C、D 都可以，出現多少個都可以，只要市場的延續出現的這個中樞個數越多，說明它的延續性越好，一定要注意這個。所以不是說2個中樞就100%要結束，它只是一個經驗總結。那麼現在針對這個大 C 中樞的離開，又走出來一個小五浪，從7333.68，我們看一下這個最低點。733.68還是這個前面這裡7335，就是733.68，733.68就是這波在1小時上的大 C 中樞的離開，走出一個小五浪來，1、2、3、4、5，你就說它的延續性多好吧，對吧？所以現在想結束，什麼情況下我們要開始害怕，或者說覺得可能是短期的這個大頂。短期的頂出現呢，就在1小時上我都看不到大跌，就快跌都看不到。比如說前面那種快跌，你不出現的話是不可能出現逆轉的。所以說這裡其實可以這樣，把這個離開小五浪的這個離開，你可以用那個虛線畫出來。你這樣的話，這就是最後一個類中樞，就是想要出現轉折，就是出現下跌大跌，你必須要跌穿這個中樞。必須要跌穿最後這個類中樞，也就是說你需要在這個中樞下方運動。比如說我在這下方運動，可能會這樣走，你連最後這個中樞你都跌不穿的話，是不可能出現大跌的。所以說不要每天自己嚇自己，你只要在你交易的股票的周期裡面找到它最後一個中樞。比如說你交易的周期是1小時的，還是30分鐘的，還是日線的，看你的周期，然後找到一個最後一個中樞，找到最後一個中樞以後，看你當下股價跟中樞的位置，它是在中樞上方，還是在中樞下方，還是在中樞之區間震盪，對吧？那麼不同的位置代表的意義是不同的，所以說你要區別出來，做一個完全分類。好了，這是針對指數，我們就簡單講那麼多。我們來看一下大家的提問。先看大家的提問。下来的朋友問了一個微軟，那麼最近這個大科技公司的話，微軟今天和這個周四的話還可以，但是它在
前一陣兒可能也是低迷了一陣兒，但是這個最近漲得好的就是這些什麼跟這個存儲芯片相關的，对吧？還有這些像這個昨天出的這個戴爾的財報啊，大家都可能注意到了。那麼微軟這些大科技公司，我們看它這些基本面肯定是都沒有問題的，对吧？微軟這些基本面你就不用說了，你再挑刺兒也好，或者说你都挑不出来大問題。所以說它有好位置你就買就好了。但是呢，它因为毕竟平时的震荡是低的，所以说你要做的区間的話，想要做短的周期的話，就要做1小時以上的，或者說日線乾脆就可以。所以小周期的話，它就震盪比較低。那麼在周線上，我們看出來從358漲到現在這個高點，我們看一下是445，對吧？現在在周線上已經勾一筆了。周線上已經勾一筆，我們現在觀察的就是這個周線的這一波上漲已經沒結束，看它的周線的這個張口漲挺大的，對吧？這是不錯的。那麼現在也頂到了120周，現在在120周這個位置。但是呢，從這個555這個最高點下來的話，現在只是一個4浪周線的一個4浪反彈，1、2、3、4。你也可以從這個3浪的下跌的起跌點測一下，看它能不能往上衝一衝到455啊。到478，對吧？但是到了478，它還是沒有碰到這個492，就是還在4浪反彈之中。具體到多少我們不知道，但是我們有這些位置來給我們觀察是不是受到阻力了。那麼就要分析最後這一筆了，內部看看有沒有結構，飽不飽滿，對吧？所以說分析來分析去方法都一樣。那麼我們把這個最後這一筆，我們從356這個地方斷開。那麼356右側的。我現在只關心356右側的，356左側就可以不管了，因為只要356右側沒有結束，它就可以繼續上漲。這裡明顯走出來一個小中樞，然後是帶一個中樞，現在開始走離開了，對吧？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結構。我們看這個結構，現在是進入段，然後2次回盪，你有沒有在回盪的時候買入啊？這是關鍵的。而不是說現在我漲起來了，今天和周四現在是漲了3.89%，周四是漲了30%多，就是說你不要在漲這個位置之後去追呀，這2次回盪的時候有沒有進，對不對？那麼現在這也是1、2、3、4、5，也夠了，所以說這個它的起漲點可以畫到哪個位置呢？畫到這個在這個中樞內部的，可以這麼畫，因為它這一筆雖然說這個嚴格定義的話是有包含關係，去除包含關係是不夠一筆，但是因為它是滿足周期的，又是它這個滿足5根 K 線，然後又在日線上周期比較大，所以這裡可以當成一筆用，又是一個明顯的一個區間震盪，對吧？所以說，而且它這個回落也剛好在中枢的中軌附近，這個位置你要沒進的話也是有問題的。如果說你在一直盯着它，或者一直跟着做的話，這個位置，前面這裡2次回落買沒買？最後這次到中樞中軌這個位置買沒買？這些位置你都應該去應對。如果說沒有應對，看一下自己的問題在哪裡。那現在開始走離開了，那麼就看這裡是不是要往上衝200天呢，還是說等比例啊？對不對？看一下這個進入段跟離開段做一個比較。那麼等比例，在487呢，但是0.618看到沒有？460剛好在200天這個位置，這個是比較。就相當於雙系統驗證了，一個系統就是這個黃金分割這個系統，一個是這個均線系統，剛好都重合在460，那麼這個位置的壓力就比較大了。所以說，如果說繼續往上衝的話，衝到460，你要關注一下是不是阻力比較大，可以先減一點。但是現在這個 MACD 現在有點弱，但是有可能沒走完呢。現在這個你跟前面比較的話，面積啊、柱子長度啊、快面線的高度啊都弱，所以這個位置要小心一點，它隨時可以掉頭。不是說我一定要漲個5根 K 線，因為前面已經有前面已經有2根，現在不是說我非要滿足5根 K 線才能往下掉頭，它可以是漲個1天直接頂到這個位置，然後直接回來也可以啊。那就相當於你這根要畫到這裡，然後開始重新劃分，對吧？就是這段沒結束，這段在沒有完成的時候，我們現在畫的這些只能是暫定的。一定要注意，很多人說，那出來新的你又去修改，說明你這個畫法有問題啊。不是畫法有問題，而是結構沒有完成。結構沒有完成的話，你現在畫的這些都是暫定的，曉得吧？所以要嚴重跟蹤這後面這段，它後面不能弱，因為它的 MACD 沒跟上來，
就是这段離開的後面不能弱，一旦出現弱的話，你就先減就好了。好的，這是這個微軟。你問能不能看一下微軟？我已經看完了，然後感覺軟件股要起來了。你這麼說，我不知道你這個買沒買啊？我建議你大家就是，如果說你想要一個更好的分析的話，就最好是有自己的介入的位置啊，就是說價格可以說一下，但是那個具體數量可以不說，對吧？你這樣的話才有針對性。但是如果說簡單分析，軟件股要起來，這就沒法分析了。我們再往下看，這個尾號7667朋友問，FORM 是不是有機會布局 ？Form Factor，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股票，也是一波大漲起來了。我們簡單的來看一下，第一次看到這個公司哦。如果說你要能在你的這個問的時候簡單說一下它的基本面的話，可以；不說的話，我們就簡單我查一下，對吧？那麼這個FORM Form Factor 這公司幹啥呢？半導體測試環節的卡脖子企業，主營業務研發並銷售先進探針卡以及晶圓級測試系統。產品在芯片封裝前對其進行電學和光學性能檢測。這個近期主要驅動力來自這個高寬帶內存和 AI 邏輯芯片的測試需求。它是全球探針卡領域的頭部雙雄之一。然後大客戶是這個韓國那個 SK 海力士、英特爾、台積電、三星以及這個全球頂級的晶圓廠及存儲巨頭。它的主要對手就是這個 Technoprobe。是它的主要競爭對手，還有日本的微電子。但是問題是，現在高昂的擴產周期以及地緣貿易摩擦以及高客戶這個比較集中。好的，這是簡單說了一下基本面。那說完基本面，我們就知道為什麼這波漲得這麼強了，對吧？為什麼漲這麼強，對不对？那麼這是在季度上的話，我們看一下。它在季線上這個回落的話不夠一筆，所以說是月線的中樞。那麼這個月線這個中樞是在這裡，我們把它給它畫出來。月讓這個就所有的這些，跑掉了，所有的這些都是月線的這個離開段。我現在只關注這個月線離開段這一段的內部。也就是說，所有的這些全部都是從 22.58 起漲的。你現在只需要關注 22.58 右側這些結沒結束，對吧？那麼周線上看它的結構，我們一點點降低周期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結構，在每一個周期上都有沒有結束，就是有沒有飽滿，跟我們的模型比較。那麼 22.58 在周線上這裡回落不夠一筆，然後現在周線上是出現了第一次的潛在的這個二買，這個周線的回落反而是，如果說这是一買的話，那麼這個位置反而是二買，它前面這個回落不夠一筆，但是你也可以把這個回落當成一個二買，因為這個是3，然後這個4就比較合理一點。如果說你用波浪分析的話，那這裡肯定是一個二浪回撤，但是在纏論裡面，因為我們用高低點劃分的話，其實我們重新畫一下，我們把它畫成一個。畫到這個位置，畫到次高點、次低點，這樣的話就是一個2的回落，然後3、4，這樣的話更合理，因為這是一個這明顯這波是最大的，對吧？然後這個是二浪回撤，給一個二買。如果說你能發現這個二買的話，那後面這直接這是多大？從30塊錢漲到129，漲了400%。漲了400%，所以如果說你能發現這個周線的二買這個位置進場是最有利的，也就是30塊錢進場是最有利的，因為這一波是最大的一波在周線上，對吧？那麼現在其實是一個4的回撤，那麼4的回撤我們就現在先測一下它到沒到 0.382 什麼的，到110的話是 0.382，現在是回撤夠一筆啦，也出現底分型了，但是這個底分型有可能是一個中繼底分型，也就是說它可以是把這個底分型再跌破一下。然後扎到110，甚至扎到100附近，就這個回落可以繼續往下延續，這就是我們要關注了。
但是在基本面這麼強勁的情況下，但是主要是前期涨幅太大，对吧？看一下日線上，那麼日線上所有的这些，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要彈一下继續跌，也就是說現在在日線上有過2次反彈了，然後這2次反彈也都夠比，所以說這裡是有可以畫成一個日線中樞了，也就是這個日線中樞現在就是我們關注重點，這是進入段，然後2次反彈確認，就是你有沒有在第2次反彈時候減倉，這是關鍵了，或者說出現頂 V 型再減，也比你現在死拿着強。那麼你只是問有機會布局，也就是說你沒買，那麼你想布局的話，我就建議，要麼買2買，也就是說不跌破112.31之後買2買，然後做3，或者說我跌破了112.31之後，我看有沒有背馳，這是中枢進入段2次反彈，我看有沒有背馳。如果說這個離開段有背馳的時候，我再買這個1買。如果說這個離開很強，我們現在就可以測它的潛在的，看一下等比例啦，還有一些什麼黄金分割的位置，对吧？那麼就是110.08，也就是這個等比例的位置，那就跌破了前面這個112.31，又是在等比例110，又是整數，对吧？可以嘗試做這個位置。但是如果說一個快速下殺跌到了120天這裡，也就是說跌到100這個下面的時候，那你就要小心一點，因為它可以是一個3的反，給你一個3賣之後再下，你就這個位置需要等，打一個3折的時候，或者打一個5折的時候，我們再買這個1買，或者說我給一個2買也行，然後再上去也行，對吧？所以說這幾個關鍵位置你就盯着就好了。如果說跌破了，現在是只有4根，如果再跌一個是5根了，夠一筆了。然後你再去觀察一下它的內部結構，有沒有3折，有沒有5折，有沒有帶中樞，是帶1個還是帶2個，就是這些東西吧。你所有的這些都不是說要出現哪個，而是說看它出現5根 K 線之後，我再去觀察它是出現哪個。這些都是完全分類下面的幾個結果，這些都可以出現哪個都可以，但是需要出現5根 K 線來保證它的周期。周期是首先要保證的，你沒有5根 K 線，沒有5天這個周期的話，你都不用看它，對吧？所以說現在想進的話要耐心等待，但是基本面沒有問題的情況下，就等待出現你進場的結構的時候我再進，所以其他時间就等待就可以了。這是這個 FORM， 基本面沒問題，圖形也可以，所以說就等就好了。那麼我們再看前朋友問了一個 TEAM， 這個可不可以在4小時級別把最近一段時間的震盪區間畫中樞？那麼你要畫4小時的話，那就說明它可能在日線上是沒有，是嗎？我們看它最後這一段，它在日線上現在是有結構的，從 56.01 這個起漲點的話，它的日線上是有一個明顯的一個像一個3段，對吧？它在日線上有一個3段，那麼周線上肯定也是個延伸了，周線上是出現了一筆延伸，這個我們之前你應該問過，還是你問的，還是其他人問的？就是它在周線上是一個從這個最高點下來的話是一個12344四浪的反彈，那麼這個它可能也是大家像剛才這個尾號73012这朋友說軟件要起來，它是不是也是一個軟件公司的吧？對吧？那麼周線呢，現在走的是周線這個4浪的這個反彈，然後日線上給了3筆，我先測一下它到了哪個位置，然後我們按你說的什麼4小時，我們來看一下。那麼日線這3段，我們看1、2、3，現在是在 0.618， 再往上衝的話就是118。但是现在是刚好頂在了120天這裡，這要注意，去看收盤吧。收盤最好能收在120天之上。120天如果收不上去的話，如果說收盤之前下來的話，那你要先減一點，因為它現在 MACD 也是，你看它這個圖形跟剛才那個微軟差不多，就是 MACD 就弱，跟前面比較，這明顯這個3呢，它這個力度沒出來，但是呢有可能還沒走完，那就看今天收盤。今天虽然漲了 11.9%， 有可能今天軟件公司都在漲，對吧？剛才那個12已經說了，是不是軟件公司要起一波？但是起來你再追，還是說在底下你進的，這就有區別了。
我一直那个跟大家建議的是，軟件公司不是說不能進，而是說你不要先去埋伏它，你等它出現大的一個明顯，比如說這個位置出現，我們看這是在這是5月27號這天漲的時候，你進場都來得及，你再進都來得及，就是不要等它，不要在它在這裡這個位置的時候橫的時候，我就說前提是基本面不好，前提是基本面不夠明朗的時候，不要去埋伏它。出現大漲那天明顯的強勢的時候，你再往裡進都來得及，這是有區別的。這就是在弱勢的基本面弱勢的情況下，你就不要進去埋伏，你等這些基金進去了，你再進都來得及。那麼針對這個的話，就是日線上，現在我要看收盤之前能不能在120天之上，對吧？我現在要看一下你說的，4小時。把最近一段時間的這個震盪區別，那你要說的4小時就是把從56.01這段的一個4小時，對吧？我們可以圈一下。那在4小時看的話，可能就 K 線就多了。我們把其他的先清掉，我們把這些都清掉。4小時上的話，我們看這裡是一次回落，然後這裡又第二次回落。4小時這裡下面做了一個中樞，這裡做一個4小時中樞。然後我們把這個先清掉它，然後在這裡又做了第二個4小時中樞，就是2個中樞嘛，2個中樞趨勢上。現在4小時現在是走的2個中樞趨勢上，但是4小時上還可以表達的，就是它這個離開段現在表達的還可以，這是整個離開段，張口張的挺大的，對吧？這個張口還可以，但是就是柱子面積啊現在是小，有可能沒走完，就是這段有可能沒走完，所以你要想分析的更細的話，就需要進入它的1小時去分析。但是今天這個漲的話，明顯是帶力度的，帶強度的，尤其又跳空高開，在這個正好在這個中樞上面，這是強勢表達，對不對？你一看它在這個中樞上沿直接跳空在上沿以上走，你就傻子都能知道是強啊，對不對？為什麼直接在這個區間呢？因為這裡面是好多套牢的人呢，他直接跳空在上面，你就不賣，相當於大家都賺錢，那就賣的人少，他往上拉的時候就容易，曉得吧？但是要關注，現在已經是2個中樞了，然後這個如果說4小時這個，你可以從這個進入段4小時的進入段這個位置測一下它的這個進入跟離開比較，那馬上要面臨等比例在110，110是它的這個4小時的這一段跟進入段的這個等比例的位置，所以要關注一下。如果說有力度突破110，那就往上看了，對吧？好的，這是針對這個 Team。然後莉莉朋友問一個，應該是問 Netflix 是吧 ？Netflix 的話，我們頻道裡面這個，不知道你是自己之前有做還是怎樣 ？Derek， 我們在做這個會員分享，就是周末復盤的時候，他好像之前有做這個，而且賺了一波。那麼這個你問的是打算建倉。1、2、3、4、5，週線回落勾一筆了。那週線回落勾一筆，有可能是在這裡。你看它這裡，週線的 MACD 趴在這裡，最好不要下去。趴在這裡的話，有希望出現一個2買，這裡有希望出現一個2買，能不能夠上去？現在週線也出現了底分型，然後還出現了底分型之後的一個回落，是比較好的跡象。我們看一下它的日線上，這裡是日線的這個結構，我們更新一下。那麼左側這裡的話，就是一個1、2、3構成了週線的一筆，然後現在回落構成一筆，所以這個位置不能被跌破了，對吧？因為這個位置一旦被跌破，那麼週線這個底分型就沒了。所以這裡是有一個潛在的日2買，也是一個結構，也是同樣類似的結構，趴在這裡不下去了。所以，現在底分型日線的這一筆的底分型還沒出來。怎麼說呢？你如果說現在想近一點，今天看收盤之前吧，收盤之前最好不要跌破這個85.1。如果不能跌破的話，你可以先近一點，可以找近一點，是因為這是一個潛在2買嘛，它直接可以往上走的。這樣的話就會出現週線上可以走，這個就變成了週線的這個2買了。所以說這個位置是日線的2買，日線2買又是週線的這個大2買。所以說如果說真能出現這種結構的話，那就週線上看它能不能往上走。
所以今天收盘之前看有没有只要不跌破85.1，可以先进一点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再看这个尾号58499朋友问 INTU 哦，大家今天问的好多都是这个软件股啊，是不是？这也是一个软件的吧？因为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，这个在 Derek， 我为啥对这个印象比较深呢？就是他每次交易的时候都把他的这个入场的价格、成本就说得很清楚，我就印象比较深。而且这个我们在频道里面分析过，在这个会员分享的时候。我当时的建議，其實就是說，我說這個入，我覺得他在這個位置的時候，我就建議他賣換股，因為它是可以是兩個日線上兩個中樞的一個趨勢下，對吧？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後，但是他賣的話，就其實在這個位置賣，他也是賺錢的，不是虧錢，因為他是進的時候可能在330附近進的吧，具多少我現在不記住了，但是我知道有印象這個公司。他問58499，你問想建倉，對吧？就是現在是兩個中樞趨勢下，確實是結構是飽滿的。那麼，但是基本面我們剛才說了，纏論是3個維度選擇標的比價關係，基本面最後才看技術圖形。雖然說我的結構飽滿，但是你基本面，我也不是說我也不了解這個軟件行業啊，我們只是說一個普通人的一個覺得啊，現在 AI 呀、這個 Anthropic 這些的影響 agent 的聚能體啊，全是這些概念出來了。然後軟件公司能不能 handle 這些東西，對吧？現在大家都懷疑是不是對他們的估值有影響，這也為什麼跌那麼的狠。如果說你能夠拿得住的話，沒有問題的，它又分紅，對不對？所以說你真的是了解這個行業，然後那我是一點意見沒有。但是如果說你只是跟炒概念，或者覺得它跌的多了，然後便宜了進，那這不行，對吧？所以說還要看你自己對這個整體行業的一個了解，或者你能拿得住。這個是關鍵，不是說現在讓大家去追這些都漲到天上那些東西，而是說，很多時候機構不往裡進的話，我們先埋伏進去沒有意義。但是它現在是明顯出現一個底分型，有可能要出現一個反彈了，就是你是要做長還是要做短，先要定義一下，自己要想好。如果說只是要做一個短線反彈，沒有問題啊，因為兩個中樞的都已經下來了，然後現在有希望給一個3賣，再跌一下，可能這個結構就飽滿了。但是之後的話，我們就不知道它是不是要在這裡做一個大的這個區間震盪，然後再下，還是說我這裡可以是一個快速反彈，做一個3比，那就變成了大週期的一個趨勢下，大週期的下和大週期的反彈，然後再繼續下，是不是你要做這段，對吧？這是沒有問題的，空間有了。如果說能漲那麼多的話，所以就看你要做什麼週期的。但是如果說整體基本面是緩慢下行的時候，你就要注意了。緩慢下行的這種，你可能是每次去做多的話是很累的，因為它的大趨勢向下的時候，它跌得快。這種是就是慢漲快跌，或者叫sorry，針對這種單獨的股票的話，就是快漲慢跌。快漲慢跌是熊市的這個節奏，清楚嗎？快漲慢跌就是快速反彈，哎呀，大家一看快速反彈往上你追，哎，它反而是慢慢的陰跌，這就是一個股票的牛市、熊市的這個節奏。所以你現在要博它的反彈的話是沒有問題的，有底分型出現了，所以給你一遍反彈是可以的。所以其實昨天應該進，如果說你盯着這隻股票的話，現在已經底分型出來之後的已經漲了3天了。今天漲了4%點多，但現在進可能後面還有點肉，但是做好止損，就是這個最低點就是你的止損位，所以應該昨天進，而不是說今天看它漲了再進。我們再往下看啊，秦朋友說有倉位想長持是吧？那就是你說剛才的那個team 對吧？那麼就按照我剛才分析那個就可以了，因為4小時現在是兩中樞。然後我們再往下看，這個蘇珊問了一個 LITE， 我今天可以稍微的把大家提問的這幾個都分析完，然後再結束，因為沒有幾個了，我們把它幾個快速講完。那這個就是典型的LITE， 就是最近最火的這些光電通信啊這些玩意兒，對吧？我們也看一下它的圖形，就是我們要的是這種，但是我不是讓你去追它現在，而是說它在這種就是它每次回檔的時候你要去買。對不對？所以你要看這個整體的
这個大趨勢是上升的還是下降的？這個是有區別的。那麼現在在這個月線上是出現本月是出現了一個衝高回落，目前本月是跌了8%了已經。那麼這個就給我們一個警惕了。那麼是又出現一個月線的大上影線，對吧？因為今天又是月線最後一天，最後一個交易日，所以要小心一點。周線上現在已經出現了3根 K 線了。所以說，是不是要開始出現大周期的要回落了呢？那麼前面這裡把它補一下。所以說你要在關注的就是現在要從這個1085最高點看它這個結構是不是要結束了，要走反向了。那麼這裡是有一個日線的這個中樞的，對吧？你看它是一個3中樞趨勢上，前面這裡3中樞趨勢上，然後現在開始有可能要掉頭，但是呢，這個如果說回不到這個中樞裡來，還可能是一個3買，這不跟那個指數那個有點類似嗎？現在還沒回到這個中樞裡來呢。如果說殺到這個中樞裡面來，就是有可能這個中樞繼續震出9段也可以。那麼前面全變成進入段，可以繼續往上走，也可以是什麼呢？我直接殺穿這個中樞，先殺到120天，然後一個反彈不回到這個中樞之後，給個3賣走反向。所以這個位置其實還是比較關鍵的。那麼現在在日線上是一筆，我們看一下它的1小時，但是这個張口張得太大了 ，MACD 的張口張得太大，這個快慢線的張口張得太大，這個動能太強了。然後這個如果說直接下到0軸以下的話，那就基本上要下到120天去了，就可能是我們看一下現在的價格到120天有多遠，23，還有20%以上的空間，還是比較深的，所以最好不要再往下扎下去的話就加速了。我们看一下1小時，那麼1小時的話，一次反彈，2次反彈，然後這裡又做了一個大中樞，1小時上的結構還是挺複雜的，我們給它基本上畫一下。但是呢，它如果說這麼畫的話，這裡有一個3買，就有一個3賣出現，所以說它的結構用2小時的話可能更好一點。2小時的話，這是這樣，這是一個1、2、3，啊，這裡還有一個中樞，可以這麼畫，就是用1小時的話，因為它去說一下區別，就是1小時它因為有一個3賣在這裡，是這麼一個結構，是這麼一個結構。啊，那我們可以這樣畫，1小時是一個中樞擴張，這裡有一個中樞1小時的，然後呢又出現第2個中樞。然後這兩個中樞高低點有接觸到，因為這都回到這個中樞裡來了，所以說它是一個擴張的大的這是一個擴張大中樞。那麼現在開始走這個離開，那麼現在就看這個948，現在離開這段，對吧？那麼這段也是都在深的裡，就是它整個現在從小周期開始走的比較深，所以這個如果說沒結束的話，可以繼續往下走，然後在這裡再做一個大中樞，然後可能再結束。所以說現在你可以盯着1小時這個最後一個中樞，如果說盯得更細的話，就去這個裡面看它的一個更小周期，比如說5分鐘上，甚至15分鐘上，我需要找到最後一個中樞來判定它什麼時候能夠轉向。現在看的周期是5分鐘，那麼在5分鐘上，這是一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 5分鐘上走了一個7浪，你就可以把5分鐘這個最後這個給它盯死就好了。5分鐘最後這個小中樞，什麼時候這個在震盪的時候，是在這個上面震的時候，我再往裡進，都來得及。就是說，只有這樣轉向，就在5分鐘上都不出現這種強勢表達的時候，那它就要繼續往下走，曉得吧？所以說現在就盯着5分鐘上什麼時候出現強勢表達，然後再看1小時上能不能夠逆轉，還是說1小時上只是反彈到這裡，然後繼續下。要結合5分鐘和這個1小時的周期，這兩個中樞才能做好它。但整體來講，短線偏弱。雖然說基本面是好的，但是可能前期漲幅太大了，現在開始出現獲利回吐，這都很正常。那跌到120天，從你下面買上來的，你也賺老了錢了去，對不對？所以說，但是如果說對那種追漲的人，剛買的人，那就慘了。所以說我一直強調不要追漲。好的，我們最後再分析一个，那個 Cathy 問了一個，這樣的話我們就把今天大家提問都說完了。所以我快一點，這樣也不會耽誤大家很多時間。這個 Marvell， 這也是這個基本面我們都說過很多次了，都是非常強的。為什麼？
其實現在你會發現呢，現在這個股市特別逗，就是漲得好的，就跟 AI 相關的這些都漲到天上去了，然後那些趴在地下的也很多，就是一個 K 型的。现在這幫經濟師也好，還是分析師都在說，這個現在的整體結構、經濟結構都是 K 型的嘛，漲得好的天天漲，漲得不好的就天天往下走。所以你是要跟着涨得好的玩，還是要往下的玩，對不对？所以這就是選股了呀。你是要選這種股，還是要選這種股？那就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了。所以現在就是這麼一個 K 型結構，那個分化的非常厲害。那麼針對這個公司的話，也是從70.69這裡已經漲了很多了，對吧？也是一個五浪，日線上也是走了一個五浪，1、2、3、4、5，現在在這個日線小五浪裡面。那就看你問的是，只是想分析一下它，並沒有說具體的，对吧？所以日線上第五浪了，你說也沒有出現5，也没有強，就是比這個3強也沒出現，那你是不是要先減一點呢？現在已經出現頂分型了，然後這個 MACD 給的整體表達都弱，就是說這個 MACD 啊，快面線的這個柱子面積啊、高度啊都弱，就是都背馳的很明顯，所以這個位置首先不要追，然後已經獲利非常丰厚的應該減一點。但是呢，这個五浪了，不是說五浪之後就要暴跌了，而是說五浪要開始可能要回來了。看的首先要看它能不能夠碰到前面這個小高點，這是175.8。如果說給你個五浪回撤碰不到它的話，還可以有6和7呀，甚至8和9都可以。所以只是說這段的小五浪的這個日線這段可能要結束了，要回來了，對吧？所以先減一點。如果說已經獲利很豐厚的話。Shelly 說，在微軟的中樞下沿加倉的成本在420，那非常好啊，成本那個420倉位有點重，對吧？你要想減倉的話，看一下1小時的話，1小時還挺強的，你看它1小時這個就挺強的，所以如果說實在拿不住的話，可以先賣一點，对吧？因為畢竟你的倉位比較重，而且都是賺錢的，420的成本，起碼你已經5%。如果說倉位很重的話，拿不住的話，感覺你就可以先減一點。但是它1小時表達現在是強的。好的，那麼的話，時間的關係，我們今天就分析這麼多了。感謝大家的參與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，周末愉快。